阿海同学你好，他能不能讲讲看是什么样的情形要来咨商呢？这次其实是发生在社团之中。那个时候大概我是大2的时候我有接社团的活动干部。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要处理一些活动表演的事情，主要的问题是有时候因为教练，因为社课时间只有社课时间会来，然后还有时候不太管内务，就是社团一些跟学校的内务情况，跑程序的时候，还有那些像是做惩罚的时候啊，有时候教练其实不太 care 这方面，可是他最终还是 care 那个惩罚出来的成绩或什么的，因为可以带给社团荣誉或什么的。重点是教练就是内务不太注重，反而是注重在就是新生的招揽、人际关系的方面，造成我们的社团其实向心力有时候不太够。像有时候我们惩罚的表演，因为教练是喜欢沿用旧的那些学长姐沿用下来的一些表演，大家也比较能接受。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些朋友同学有新的想法，所以导致我们社团就开始分派别，一个是守旧派，一个是比较创新的派别，渐渐的导致社团分歧。其实教练对这方面也是爱理不理，对教练的态度就是不太好啦。所以你刚刚是说你对这个你们现在要做的社团的一个表演是你负责的，那造成分派，你因为这样的分派你觉得不舒服？对啊，对，然后有时候因为要两边都要讨好，所以就不知道该往哪边就是靠拢，对吧？我想要问一下，就是理想上你想要达到的这一次的表演，因为是你负责的，你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我主要效果是让观众能经验，因为其实每次的惩罚表演，以往以来旧的表演，其实程序都是差不多的一些，对。但是我想让观众觉得这次表演比较不一样，比较新颖，这样也可以吸收比较多新生。对。所以你的理想上是希望说有一些创新是你比较能够想要的，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些同学他们希望按照旧的想法，对，这样子看起来基本上就是一个冲突，是你活生生碰到了，然后现在也感觉到困难，你希望到这里来找到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安排大概差不多3到5次的一个会谈，来看一下跟这个可不可以走？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说是不是也可以大家想想看，社团之间可能应该还有其他的社团，包括我们学校还是其他学校，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们是怎么样整，或是他们怎么样处理的，那最后是比较周远。你能不能够下次来的时候去问问看？好，然后如果说能够问到了，我们就至少有一些方向，那你也慢慢有一些方向，再来看怎么做，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就是这一次先这样子。好，谢谢老师。阿海你好，那我们上次有讨论到说，你可以去问问看，不晓得你有没有去问一些其他人或其他状况，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个社团里面不同的派别或想法给周远的还不错的。有，后来我也像其他社团，他们就是比如说，你既然两派都要坚持，就是因为各派一定都有各派的卖点或者就是突出的点，所以变得折中的方法就是说，就是比如说这派出一部分他想表演的部分，然后另外一派再派出他想表演的部分，两部分再合在一起。可是通常这合在一起，其实有时候会有点冲突或转场的不顺什么的。对，所以其实还要再做一些微调，就创新跟守旧的比例其实就有点，他们就会有点在意了。对啊，有时候我们会退，就是有时候有些社团是退一步，比如说这次让你多一点，下次让我多一点，就是主导权还是会互换，但是大家还是都可以接受。对，然后我也有试着跟我那个社团的朋友说，他一开始是不太接受的，因为他觉得我这样排表演，他觉得观众可能会觉得，怎么跳的有点大，或者是落差有点大。对，因为我原本是想说，我的表演是类似想给观众一个 surprise 这样，所以会有点落差。可是我的朋友就是表演的话，他是坚持就是走技术方面的，就看起来就是比较平淡。老实说，观众的话应该是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我的表演还是比较有张力一点。对。所以你刚刚是说你有问到其他社团是怎么样解决的，他们周延的方法，你听到的是说，可以弹性的处理。对比如说有不一样的比例。那这一次是哪一种比例稍微多一点，那下一次就哪一种比例稍微多一点。对，这个事实上看起来是蛮周远的。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子是不是有突兀的情形？我其实觉得很好。而且刚刚你也说到，你也去找了同学，跟你有不一样冲突的对方的立场的同学，这个也是一个解决的过程。那看起来你已经开始在
知道方向之后，那你开始在做协调的事情。也是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至于沟通那我想到有一个方法事实上不错，可以建议你。差不多在196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美国的心理学博士，他提出一个沟通的想法，其实很直接，还蛮容易做到的，但是一做到就很不一样。它叫做非暴力沟通，是由马歇尔·卢森堡他所想到的。我们就先对列一遍吧，等一下我再来做讲解。好，你再看一看可不可以做。好，第一个呢，我会问6个问题，你就根据这6个问题来慢慢回答。好，然后就可以知道那未来可以怎么样跟那一组的同学来讨论。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现在这个情形，你们看起来这个社团，大概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让你不舒服，我们再讲，简单的讲一遍。是不是就是新旧？对，新旧，然后造成对立。对，然后跟教练之间的冲突。对，表演要用新或旧的模式。然后造成了对立，然后这个不舒服让你很担心。好，那我现在想问那你自己对这个冲突，你的感受是什么？感受大概就是情绪。我当然是希望两边都可以接受这个表演，因为其实当大家这样吵，是焦虑、担心还是很恐惧？我主要是焦虑、担心，因为怕社团这样向心力不够就倒车或什么的。对，所以你很担心社团会有负面的情形，所以你很担心。那你的担心是你的感受，那你在你的感受后面的需求是什么？通常人类的需求有6种，第一个就是生理生存，再来就是安全感、归属感、尊重、自由跟乐趣。你想想看，你这样子担心后面所在意的需求是有哪些？应该是尊重吧，主要是我觉得，对，大家就需要互相尊重。其实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之后，应该情况会好很多。而且我听起来，你好像也希望说，这个社团要在，所以你有一个这个社团的归属感，你不想倒社。对对对。所以看起来尊重跟归属感都是你想要的。那我们现在再想想看，你们另外有对立意见的那一群比较你认为守旧的那一些同学的那个代表的，他那一个人，他对你们想要这样走他的感受是什么情绪？他其实是有点愤怒的。对。那就是愤怒。愤怒自然也是一种力量，但是我们现在想想看，那他的感受后面他所在意的需求是什么？那也是有这6种。归属感吗？他认为应该大家至少社团的教练还是要去辅导。对。他有个归属感。他尊重他有没有？他觉得你们有没有尊重他？因为其实我态度没有很强硬，所以我觉得我是有尊重他们的。可是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我没有尊重他们。对。你也觉得他说不定也觉得你不尊重他。那如果你按照这样子刚刚回答了这个5个问题，那你也理解了你跟对方都有感受，虽然有点不一样，但是需求可能有点不一样或一样。那你现在最后，你现在第6个问题我要问你，那你了解这些后，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周延这个冲突？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社团的归属感、共同点下去讲开。那你要怎么做？就像我之前参考其他社团的，对，因为我一开始是态度比较强硬，是说新的部分就是加多一点。对，我觉得可以从每次表演慢慢先以它的量为主比较多，然后慢慢加到我新的，之后加到平等的量，或者是我的量比较多。对，可能一次的改变对他来说会，我跟他说，他们不接受或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话，我会从就是表演之中慢慢微调一点点，让他们慢慢加，让他们发现不出来，其实我在做新的改变。如果接受的话，我就直接说那我这次新的想加什么，让整个表演的流程大概是什么这样。所以你如果跟他们讲，你会用你刚刚的讲法说，你还是会尊重他们。对，我还是会尊重他们。就是怎么做？尊重2方面的选择，你愿意讲开。对。如果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见面，那你就会去找到跟他们讲看。那下一个礼拜你再来跟我讲你碰到的。讲完之后碰到的情形或是新的情形是什么，再来讲吗？好。阿海同学，那你们讲讲看，那上个礼拜你回去之后，然后就我们刚刚的上次的那个练习，你后来有没有想说跟他们做后来怎么做他们的情形？有，后来就想为了那个社团继续下去，我们表演的部分我还是先就是以他们先为主，但是后来我先加入一点点我新的部分，然后开始表演之后，他们也觉得其实这样
也不错。对，就是他们其实有慢慢改变了，对，慢慢接受我的想法。对对，可是还是有一派人不太喜欢，因为其实守旧派有一部分人接受，所以他们就会变得比较意见没有那么的单一，就比较有一些冲突。对。其实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会问你想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讨论的。你过去曾经怎么做？后来发现说你其实也有做，只是说好像两边都有各自的坚持。你的评估是说，如果没有做好，你担心这个社团会乱掉，甚至会解散。后来就问到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你目标是希望说这个能够周延。那上次我们讨论到周延的方法，你上次之后你又回去做，也找到新的做法。那我再来问一下，就是说，那有这样子的新的做法之后，那你看到贵社的团结度现在怎么样？有变得比较好了，大家也比较愿意接纳对方了，因为之前冲突还蛮严重的。是，对，有时候小事情就会吵架。那教练的态度呢？教练态度也是，因为教练其实也是爱管不管，可是看到社团变得好，他也就是好 ，OK。对，所以看起来新的评估，如果我们按照 WDEP，W 就是你希望能够完成好这一次的表演，那 D 就是我们曾经讨论你过去曾经做的，跟现在你现在要做的。你现在做了之后，你的新的评估是比较好。那比较好了之后，那你下一步以后大概就知道，未来只要能够周延，各种不同意见，包括了解对方的感受，跟了解对方的需求，那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社团运作以后都可以在各种可能的冲突下会更周延？那这个事实上你这边有没有学到这个？有。事实上未来你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那我想问一下，过去你还没有来这里之前呢，你对自己能够处理好这困境的信心程度是几成？是大概3成到5成而已，对吧？可是我之后问学长姐跟一些老师或同学，对吧？因为其实这种人际做人处事关系其实很需要学习的。对。那你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到第3次，到现在等一下就快要结束，你觉得现在你对这个事情处理的信心程度是几成？大概有7、8成有了。对，那就从5成到7、8成是非常大的进步。对。其实未来你也不要忘记你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如果有成功的经验，它也记在你的头脑里面，那你未来在面对一些冲突，不管是团体间的冲突，或者是你其他的亲友间的冲突，其实你也可以用这样的做法，来让他们可以周延，彼此可以理解彼此的感受跟需求，那这样子也可以让这个冲突可以更完满的让彼此都可以理解谅解，然后也可以找到方法，这样子你觉得对你有没有帮助？有。这个对你来讲，看起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学到，我也恭喜你能够学到这些。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以后希望你能够慢慢找到这些方法，以后都可以做到。好，谢谢。好，谢谢。